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经历有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是发生在菲律宾，但在怪谈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今天这则有可能会比较短，为什么？因为我礼拜三，这个周的礼拜三，我跑去拍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其实我本来想要留到鬼月，但是我最近看到有人好像去拍了之后说那个地方快要拆了，所以我礼拜三就跑去拍了。结果又要爬山，然后一天又拍2集，然后我即便穿着电风扇的外套也热到不行，然后一边拍一边闻着自己的汗臭味，我的天哪！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臭到我真的快受不了，你知道吗？有点不想拍了，想要回去，但我还是把它拍完了。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那个下周就会放出一集，但因为它有2个地方，所以我把它做成上集跟下集，前篇跟后篇。但是中间卡了一集日本，所以我在想我先放前篇，然后呢日本，然后呢后篇，就是要3个礼拜这样子好，那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好，那今天这则恐怖怪谈呢，其实是发生在校园，那它发生在菲律宾。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介绍过菲律宾一个学校的一个传闻，然后我在查它的资料，好像是同一所，只是发生的事情不太一样。我真的觉得这所大学真的还蛮有趣的。那之前好像就是2战当中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导致很多人不幸丧生。那这个大学就在这个地方的上面。那你觉得他会碰到什么事情呢？你大学有没有碰到什么事情呢？其实都可以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我就来介绍这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吧。我想分享一段关于我就读大学的小故事，特别是我所属的学院师范教育学院。在非日战争期间，我的学院曾被征用为伤兵急救站，而旁边的那片土地，也就是大学那里那片广阔长满水草的广场一样，在当时是乱葬岗。如果你上网搜寻，会看到那栋建筑从1915年至今外观几乎一模一样。从学长学姐那边，我听过无数关于这栋学院大楼的异常遭遇，甚至有些就发生在我念书的这几年，而其中一次我亲身参与了。事情发生在22号教室，我和同学大部分的必修课都在22号教室，因为系上主要科目几乎都安排在这里。在那个不幸的日子之前，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怪事。然而出事的那堂课并不是我们平常的时段，因为那是一堂补课。我们的教授因为之前请假缺了几堂课，他苦苦拜托我们找时间补课。事后证明他大概后悔到不行，但期中考迫在眉睫，基本上我们行程全满，而且需要补课的也不止他这一科。最后我勉强达成了共识，晚上7点，学院大楼非常老旧且庞大，晚上完全没有排课，所以即使其他楼层有少数几间教室也亮着灯，坐在22号教室里面的我们依然感受到强烈的孤立感，更不要说走廊部分区域的灯光早已经熄灭，昏暗的氛围让人极度不安。我们顺利就座，教授比约定时间晚了5分钟进门。他是那种每堂课必定点名的老师，但那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一一唱名，而是直接数人头。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告诉他有3位同学请假，而那个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数我们。所以现场有19位，我点名册上登记的是21位。但如果3位请假，你们不是应该是18位同学吗？我们立刻报出缺席者的名字，有些人甚至重新清点了一次。没错，现场确定只有3个人不在啊。我们互相确认过，就是18人。但教授的自尊心让他不肯罢休，他又数了一次，他坚持是19个。老师，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你不该开这种玩笑的。
我记得一位同学半开玩笑的这样说，我们甚至跟着笑了几声。然而教授脸上毫无笑意，一片死寂般的严肃。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目光快速的扫过我们所有人，然后缓缓开口：你们的意思是，我数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人吗？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当然，我们怎么可能在算术这种基本能力上出错呢？毕竟这个教室里坐的可全都是数学系的学生啊。接着教授用一种异常冷静，甚至冷到让人不寒而栗的语气说：我们不该继续了，22号教室已经满了。我记得我大学期间只答应过2次晚上7点的博客，而这2次都是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就硬生生被终止了。我的第2次经验不在我们的学院，而是在 B 校区。那是透过一座天桥与主校区相连的一大片腹地，那里是科数与数学学院。这一次事情发生在他们所谓的统计实验室，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只有长桌、圆凳、一块白板，还有一台液晶投影机。我不清楚这栋学院的历史，但我只知道紧离它的那所高中以前是另一座墓园的延伸区域。我们的教授，愿主保佑他的灵魂，一开始上课完全正常，虽然我们注意到他开始写第2块白板时明显变得焦躁不安，但最诡异的是他跛脚了。他明明才30多岁，而且每次上课都准时出现。我们清楚记得他进来实验室完全没有受伤啊。另一个奇怪的地方，他开始严重口吃，他以前从来不结巴的。终于在课程进行到第20分钟左右，他突然毫无预警的宣布下课了。很抱歉，我突然有急事，必须先走了。虽然我们满头问号，但当然能提早回家的我们还是很开心的。直到2天后，他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其他同学，而其中一些同学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那真相简直让人不寒而栗。真相是，当时我的教授一直看到2个小孩在教室里四处跑动玩耍，而他之所以跛脚，是因为其中一个小孩正紧紧抱住他的腿，他就这样拖着那个孩子走来走去，一边若无其事的继续上课，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分享完今天这个恐怖怪谈，我必须说，下次有机会去菲律宾，我蛮想要去他的师范大学看看，但应该在马尼拉啦。我菲律宾只有去过宿务，我那时候在宿务是去学英文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其实马尼拉的治安好像有点恐怖了，所以说，我那时候选择宿务，没有去马尼拉。对，好，那这学校有这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应该也有，因为台湾好像有很多，大学啊，或者是学校以前也是乱葬岗嘛，然后之后变成学校了之后，有一些人会在里面碰到事情啊等等之类的，甚至不要说大学啦，高中也有嘛。那我之前有分享过，我某个亲戚在北部读的一个女子高中也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嘛。那给我评分的话，我大概会评到3.5颗的星星啊，因为我其实觉得也蛮有趣的啦。但是那时候因为老师的表现都比较镇定，假如他更慌乱一点的话，那我觉得更加恐怖。没错，你们还有在学校碰到些什么事情吗？欢迎分享哈。好 ，OK， 那今天恐怖观察就拍摄到这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이어서서